各位好，我是 Spike。今天是周六，该轮到聊 Apple Store 的故事了。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给 Apple Store 的故事开一个小的系列啊，主要聊的内容呢就是 Apple Store 的区域和职位。其实这个东西呢，就稍微的偏内部了一些，可能作为普通的用户或者消费者来讲，您去逛一家店，你完全没有必要去了解的那么清楚啊，就是这家店它的区域划分是怎么样子的啊，它的职位设置是怎么样子的啊。但是如果你是对零售业有比较大的爱好，或者喜欢对于商业进行一些观察的话，其实呢，我聊的这些 Apple Store 的区域和 Apple Store 的职位划分和设置，也完全不是什么秘密。那也就是说，你没有必要去进入到 Apple 内部，也没有必要去打听 Apple 的员工。你单纯通过 Apple 的官方网站，它的招聘信息，你就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到我聊的这些信息了。只不过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意识或者是有兴趣去聊这个，因为能够主动的去找这些东西，应该都是属于那种偏职业的吧。比如说你是做商业评论，或者是自己做企业的啊，有这个另外一份心啊。像原来我自己开店的时候，我逛任何一家店，我都会像职业病的一样去看它的这个布局啊，它的运营啊的。那现在其实好很多了啊。所以关于 Apple Store 的区域划分，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这个呢，对我来讲，和跟大家聊 iPhone 的硬件和相对应的软件是如出一辙啊。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聊 iPhone 的屏幕，聊 iPhone 的面容 ID，聊它的镜头等等等等。那这个呢，其实就相当于我在聊 Apple Store 的区域了。那基本上 Apple Store 的区域呢，会大概的分为这几个功能啊，先概览一下，有销售的区域啊，有售后的区域，然后呢就没了。但其实它这个销售的区域跟售后的区域里面又细分一些不同的功能区，所以我们的这个小系列就希望跟大家讲的细一点，让你下次再踏入 Apple Store 的时候，你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自己位于哪一个区域，它销售的是什么，或者它服务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说的那个理念嘛。体验一家公司的产品，你一方面是要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去跟这个产品做适配，但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你要尝试着按照厂家就是厂家研发这款产品的时候，他所设计的这种用户体验，按照他设计的那个体验的圈子，你钻到那个圈子里面去体验一下，这个往往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大不小的惊喜。因为你对自己的认知往往是在一个框框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框框，那个框框或大或小而已。然后厂家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呢，他总要有一个对象的，他总要是认为我是针对哪一些用户去解决用户的哪一些痛点，那所以他也有一个圈圈。那这两个圈圈很多时候几乎不会是正好重叠的，大部分是相交，而且是相交的多一点和少一点而已。有一部分的用户只关注在自己那个圈圈里面，而有一些呢，就是只关注在厂家那个圈圈里面。但是对于我的观众来讲，应该是关注自己那个圈圈会比较多，所以我认为大家把它稍微融合一点，会对我们体验产品的时候更有帮助。就像我最近一直评的大疆的 Neo 一样，那其实它有一堆的痛点，你如果按照我传统概念当中无人机的样子去评它的话，它满身是缺点。但是如果我尝试着按照厂家设计的那种方式，手掌起飞，不连接手机，就拍大概2、3分钟的短视频，然后就拍我自己，跟着我飞，那个将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体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能够从自己的需求里面跳出来，也就是说，我之前聊 Apple Store 的节目，我曾经提到过，大家最好的逛 Apple Store 的方式就是打开自己，不要抱有那么多的预期，带有一个好奇心去逛这家店，其实你会收获更多。也就是说，这样呢，你把自己清空了之后，你能更好的投入到，或者说是
沉浸到厂家的那个源泉里面去享受这个服务，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就像很多会住酒店、体验酒店的服务的这个人一样的，他基本上不太会预设很多，他不太会走进一家星级酒店，他就首先抱有一个审视的眼光，说，哎，我原来住过了10家5星级酒店了，你是我住的第11家，我刚一进来我就要去对比，说别人家有那个，你家有没有？我觉得这个可不可以？可以，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你最好就是把自己清空，然后走进去，去感受这家酒店的魅力所在。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推荐了啊。说正题，今天我们要聊的 Apple Store 这个区域叫做 Product Zone 啊，就是 Product 就是英文产品的意思 ，Zone 啊 ZONE 是区域的意思，所以你硬翻成中文呢就是产品区。这个其实没有翻译啊，我是为了跟大家解释，因为应该有英语不太好的观众。那希望各位，如果你下次到 Apple Store 去跟 Apple Store 的员工去聊到这个区域的时候，你直接用英文说，其实会更好。你说产品区，他可能会愣一下啊。你直接说 Product Zone， 那他会觉得你是不是原来是我们的员工啊？但其实这个也并不是什么秘密啊，大家都可以查得到的。那 Product Zone 一般来讲呢，都会设计在一进门的区域。我还没有见过哪家 Apple Store 可以从这个其他的区域进门，可以从这个别的区域啊。但是有一些店它是有好多个门的，也有。但是大部分在设计上来说，最主要的那个正门，一般不会一进来让你对应着售后区啊，基本上都是销售区。那销售区它最主要的一块区域的划分就是 Product Zone。Product Zone 呢，其实它是一个狭隘的意思，就是卖产品。为什么说狭隘的？它这个 product 产品其实指的完全是 Apple 自家的产品，而且不但是 Apple 自家的产品，更是 Apple 生产的主要产品线啊。你比如说这个一个这个充电插头，一个手机壳，这个是不是在 Product Zone 呢？你也不能说不是，但是它是另外，其实它是属于 Product Zone 的另外一个区域，叫配件区。这个我们下一期再讲。那今天我们说的 Product Zone 是一个狭隘的 product， 就是什么呢？最精准的定义是你打开 Apple 的官方网站，在官网上最上面那一个导航栏上面列出的那几条，就卖那些东西的，那个是 Product Zone。都哪些呢？ Mac、iPhone、iPad、Apple Watch，就基本上就这些。当然，有一些国外的店还会有 Apple TV，展示在 Product Zone， 这也是有的啊，它也不算是配件吧，应该属于主件啊。但 Apple TV 有点擦边球的感觉，但在国内就没有这个，因为在中国大陆是没有 Apple TV 这款产品在销售的嘛。那一般来讲呢，Product Zone 它展示的 Apple 的主要产品啊，这个主产品就是指官方网站上列出的那些。一般在我去到过一家真正的 Apple Store 直营店之前，因为我之前也是自己开这个零售店的啊，我也卖 Apple 的产品。我作为 Apple 的经销商，在我去 Apple Store 之前，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 Apple Store，那时候全是经销商在卖 Apple 的产品，所以我也在开店之前调研过国内的一线城市的一些 Apple 的经销商以及他们的店铺，然后我就觉得 Apple 的店面其实不需要很大。我知道那个时候我知道国外有 Apple Store 了，开得很大，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国内开店其实就不需要很大。一个是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能力开那么大的店，再有一个我看过的所有的卖 Apple 的都是一个小店，甚至就是一个小柜台。原因是什么？因为 Apple 的产品线非常的简单，在2000年到2005年这个时间段里面，其实你说你卖 Apple 的产品，你卖什么呢？你主要卖的其实就是 iPod， 就是那个随身听，然后偶尔有一些店呢会摆2台电脑在那边，
而且由于 Apple 的这个电脑样机比较贵啊，投入的成本会比较高，很多的小的像我这样的经销商也不太会真的自己花钱把样机买过来放在那儿。那你说这个我做一个品牌的经销商，像什么样机啊、店面装修啊，这些不是应该品牌帮你负责的吗？这个还真不是。我当时是大学毕业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自己开一家 Apple 的小的店铺。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当时其他品牌的一些经销商都是可以前期投入的成本非常少，就是包括店面的装修都是品牌商帮你做，然后你所有的样机、所有的配件他都帮你做，你只要卖我们的产品就行了。但是呢 ，Apple 就不是，就是 Apple 就所有的都是你自己弄，然后。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我资历太浅啊，我那个店实在太小了。但是我呢就比较忠诚啊，我从来没有去其他的渠道去找货源。我说我想做 Apple 的代理商，我就直接去查，Apple 公司在哪里，然后我就直接登门拜访。我说我想做代理商，你们能不能找人跟我谈一下？就这样，然后他就给我了一些那个时候叫分销商的联系方式。有总代，有分销商，我呢是零售商，就这种层层代理，就每过一层扒一层羊毛的这种机制，你知道吧？所以到了我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我卖一台电脑应该也就能赚个200-300块钱啊，但是这个利润，其实我相信后来就是国内这么卷，其实差不多也就这样了啊，就利润空间非常的小，而且你想想看，你。店铺装修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店里面那些样机，其实当时我都是全款买下的。你卖不出去就卖不出去，就是公司完全不管的啊。就即便这样，我还是对这个产品的忠诚度非常的高。所以当时我为什么选择要加入 Apple Store 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在网上搜了一下，网上有传言，我搜到的传言，当年啊，2010年的时候，传言是说 Apple Store 的直营店的这个员工，他是只属于美国管理的，他跟我原来开店做经销商的那个时候联系的那个 Apple 公司是完全走的不一条路的。如果还是那一条路，我就不会选择加入 Apple 了，因为在我做经销商的时候，我的体验实在是不好。那之所以了解到 Apple Store 零售店是直属美国管理的，它就是没有那么多搞事情啊，一切的宗旨就是为了增加 Mac 的用户的数量，然后为我们的用户做服务。只是以这个为宗旨，而不是说像之前我做经销商的时候，某位分销商在私下里跟我聊的，就是像他说他原话基本是原话，就这么说的。他说像我们这个分销商和经销商啊，其实要做的事情就是联起手来一起坑厂家的钱。我听得我瑟瑟发抖啊！我说原来这个经销商的赚钱不是为了服务顾客，是吧？不是为了推广这个品牌的产品，是为了和这个分销商一起联合起来往厂家坑钱。也就是说，你卖的东西。卖一台东西利润多少，他们也不太在意，有些哪怕赔着卖都行。但是你只要跑个量，然后达到那个厂家的返点，或者有的时候厂家会搞一些内部活动。举个例子 ，Apple 每一年在没有 Apple Store 的时候 ，Apple 每一年都有教育优惠的那个返校季，那个时候其实普通的消费者都不知道的。那这些返校季该给到普通消费者的这种折扣、这种礼品、这种力度都跑哪儿去了呢？其实都被分销商和经销商自己当成这个利润拿下了。那作为消费者来讲，你们听到我讲这个内部的故事，这不是 Apple 内部的故事，这是中国的这个电脑城卖电脑的经销商的一些那个内幕哈。以后我可以专门开个频道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我做经销商的故事。哇，那个讲起来真的是你就会知道什么叫人性的黑暗。所以为什么后来不做了也是这个原因。我觉得深思熟虑之后，我这个性格是没办法做这一行的。刚才讲到哪儿了？哎呀，你看年纪大了，真的是一下都想不起来了。就是我意识到做经销商也好，分销商也好，他的目标其实不是服务顾客，而是坑厂家的钱。那你说
那你说作为用户来讲，作为消费者来讲，这是不是不公平呢？其实你也很难说不公平。这个就像我不能举这个例子啊，反正这个就是一种体制。你要进场，你就只能这么玩，是不是跟某某比较像？就是你想到就想到，想不到就算了啊，就是跟某某比较像，对吧？就是你只要进场了，你就不存在好人，因为你进场意味着什么？你总要赚钱，你不是来做慈善的，你肯定要你要不就玩不下去，像我这种不跟你们同流合污，玩不下去，我不玩了，我退场，那你该退请退了，没人阻止你退，是吧？但是如果你要玩下去，你的赚钱方式就是这个，而不是服务顾客。那你想想看，这个顾客的体验怎么会好呢？我觉得作为顾客来讲，他只是没有办法的，当时是没有办法选择一个更好的店，因为你买不买这东西，你要买你只能到经销商去买。你看现在我为什么比较佩服 Apple，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你不管像这种在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比较知名的品牌，像汽车的品牌啊，化妆品、护肤品的品牌啊，还有这个这种我不知道奢侈品品牌是不是这样啊？那我就先不聊奢侈品，就说汽车跟这个化妆品。你想找到这个汽车或者化妆品品牌的厂家去理论，作为一个消费者这是不可能的。你汽车你只能找 4S 店，4S 店是什么？你比如说你要买个丰田汽车有问题，你要去售后，你只能找丰田的 4S 店，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中国本土的不知道哪儿来的一个专门做销售的公司，你只能找到它。它跟丰田其实是代理的关系，它不能代表丰田。对不对？那你说我作为消费者，我想直接找丰田，你找得到吗？你根本找不到，你撑死找到厂家、生产工厂，因为丰田它不直接面对消费者，这个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点。只是没有办法，因为现在我为什么一直对特斯拉这个心心念念、念念不忘，就是因为特斯拉就是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它没有中间环节。这中间你说是不是因为有了经销商之后，它就利润层层被剥掉呢？这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主要还不是这个原因。我不是说经销商这种模式不好啊，但问题是，经销商的模式你要想很好的运行下去，你怎么样也要一碗水端平。我不是说让你像官方直营店一样全都为用户着想，没必要这样。但是最起码你50%着想用户，50%着想赚钱，那这应该是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为什么我下海的那个年代的经销商会变成那个样子呢？其实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可能是卷，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就大家都拼价格啊，等等等等，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做不下去啊。这个是跟大家多聊两句啊，反正是聊天陪伴节目嘛。那对于一家直营店来讲，你就会发现 Apple Store 的产品区和经销商最大的不同的就是，它再小的店，它的面积也会非常大，好多张桌子摆的这些产品，然后你就会发现它摆的都是重复的产品。你比如说 iPad， 在中国境内的这个 Apple Store 直营店的话，iPad 最起码3张桌子吧， iPhone 3张桌子吧，电脑这种比较边缘化的产品，可能至少也得摆2张桌子吧。那你其实看看，它摆的都是重复的。当时我非常不理解，你就这点产品，你有必要摆那么多吗？但后来我入职 Apple 之后，我才发现真的是有必要的，可能还要更多一点。为什么呢？人太多了，看的人太多。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Apple Store 在中国大陆开业1年，就把之前经销商在国内多少年的这个营业额还是销售数量都给拿下了。我不知道这个传言是真是假啊，但是我非常确认的一点是，作为一个普通用户，当你去跟一个经销商去这个发生一个购买的关系，从一进门到拎着东西走啊，这整个这个流程，和你到 Apple 的官方的 Apple Store 去进行这个流程，你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聊回来吧，哈，这个不聊得太跑题了。那么你到了这个 Apple Store 一进门，你进入到这个第一个区域叫 Product Zone， 就是产品区，你就会非常清晰的看到 Apple 的主产品都是什么。我知道不是每一个我的观众都会天天上 Apple 的官网去看嘛，所以其实你到了一个 Apple Store 之后，你一进门，
在你眼前所能看到，从正门走啊，你别故意绕偏门哈。有些是有小门的，像我们原来那家店就有好多个偏门，那你进去可能看到的是任何东西，但你从正门进，你一个脚踏到门里之后，你就站那儿不动的话，眼前你目光所能及，你看到的这几张桌子，一般来讲，它放的就是 Apple 的主打产品，就是像 Apple 官网的那个导航栏是一样的。你一进门正对着它，你不信你去看，可能顺序不一样。这最左边一排，比如说一定是 iPhone， 然后 iPad， 然后 Apple Watch， 然后这 Mac 可能靠后，然后再来一个 iPhone， 比如说2排 iPhone 啊，可能是这样子的啊。反正大方向是这样，跑不了的。总归是用户一进门先看到的一定是 Apple 的主打产品，主打硬件产品。现在这个年代得这么说了啊，因为我个人判断，越往后这个 Apple 的主要盈利的这个部分就不是硬件产品了，而是软件跟服务啊。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比较清晰了啊，比如说你一进门你要逛一家 Apple Store， 你肯定先到 Product Zone， 然后你看到的这些产品，你就会知道啊，我接下来要逛一逛，或者我要买一个什么。你如果要买个什么东西，你直接找就好了，因为你在门口一站，你就知道 iPhone 在这儿 ，iPad 在这儿 ，Mac 在这儿 ，Apple Watch 在这儿，你要买什么直接去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什么固定的目标，你也可以按照这样的顺序去逛一逛。那一般呢，这个产品区的一张大桌子上面，比如说它摆的是一台 iPhone， 那一般来讲 iPhone 会有很多张桌子的，大一点的店会更多。那这每一张桌子摆 iPhone 的方式它也会不一样，有一些桌子呢摆的全是新款 iPhone， 比如说你2024年的10月份，现在是对吧？你去的时候肯定有一张桌子，一整张桌子摆的全是 iPhone 16系列，可能一排是 iPhone 16和另一排是 iPhone 16 Pro 啊，然后呢，也大概率上会有一张桌子呢，会展示所有新款手机的每一个颜色啊，一个是展示不同的机型，一个是展示不同的颜色，然后肯定还有一台桌子呢是展示次新的，就是不是 iPhone 16、iPhone 15、iPhone 14、iPhone 13这些之前的，包括 iPhone SE 之前的版本，就是它会按照这样的功能去放，包括 iPad 也是一样的。可能一张桌子全是 iPad Pro， 一张桌子全是 iPad Air， 那还有一张桌子呢是所有的 iPad 大集合啊，这个 iPad Pro， 这个 iPad Air， 这个 iPad mini， 这个 iPad 9， 这个 iPad 10啊，基本上是这样子。而这个陈列呢，基本上是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换的啊，可能大家不太注意，因为 Apple 的产品就那样，你不太注意的话，你每次去也就看到那些东西。但是你仔细观察的话，它排列的方式不一样，跟每个时间段主推的产品不一样。你比如说最近 iPad mini 上市了，我现在做节目的时间是10月18号，周五啊。前2天刚刚上市新的 iPad mini， 应该是 mini 7啊，mini 6还是 mini 7啊？这我记不住了，新的。很多人说失望啊，这没啥失望的，人没开发布会，官网直接更新了，外观不变，就是把性能提升，价格不变，这个是常规升级，这有什么好那个的呢哈？那如果是新上市的这个机器，它有可能就会专门腾出一张桌子展示一桌子的新产品，这有可能的。但是等到过2个月的话，它可能又会重新排布，去强调一些新老产品的对比啊，或者有一些桌子的功能呢是强调一些大屏跟小屏的对比啊，有一些桌子呢是强调一下这个 Pro 跟不是 Pro 的系列之间的对比啊，等等。这个其实如果你去没有什么太大的目的，你只是想去 Apple Store 去逛一下的话，你关注一下这些桌子是怎么摆的。它这张桌子这么摆，它是想让你作为一个用户，作为一个消费者，他想让你在这张桌子上体验哪些功能。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你观察一下这些细节还是蛮有趣的。而且，我相信 Apple Store 的每一个员工，只要他今天不是有什么真的不顺心的事情，他的情绪是正常的话，你去跟他聊一下这个东西，其实他还是蛮愿意跟你聊的。因为你能跟他聊这个，起码证明你的品牌认知度、你对品牌的忠诚和你的好奇心是跟 Apple 相匹配的。对吧？前2条不重要，但是 Apple 是非常喜欢有好奇心的人。好，那这个是今天跟大家聊的产品区啊。本来想着产品区没什么好聊的，但是一讲我创业经历，就讲了10几分钟。我相信会有观众喜欢那一部分的内容。所以今天的节目聊下来呢，希望大家再次的走进一家 Apple Store 的时候，你能够关注到产品区的这些
布局、摆设跟变化啊。那在产品区，我们能够遇到的 Apple Store 的员工，他的职位呢就是 Specialist 和 Expert 啊，有的时候你还会看到 Pro 啊这3个职位。他的我不想说在 Apple 的员工是分级别的，其实是不分的，但是我们就说从拿到的工资来说，是逐渐递升的啊，就是 specialist 是第一位，然后再往上是 expert， 然后再往上是 pro 啊，这种3个不同的等级。那么关于如何晋升这个，我就不在这儿分享了。我相信这个也不是大部分的我的观众想要更多了解的内容。但是对于一家 Apple Store 来讲，你在产品区，在 Product Zone， 你要知道你所面对的这个职位，它大概率上会是 Specialist 或者是 Expert 啊 ，Pro 非常的少啊，因为有些小的店呢，一家店只有1个员工是 Pro 这个职位。Pro 这个职位理论上它是应该满家店跑的，有点像经理的感觉啊，但是它又不是管理层，你可以这么去理解，最接近管理层的一个普通员工职位吧，啊，可以这么去理解啊。但是如果你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不管是技术上的啊，还是说购买政策上面的啊，那如果普通的就比如说 specialist 的他不太确定，他会去找其他人去问啊。他有可能会找到 expert， 或者是有可能会找到 pro。当然，你也可能第一个接待你的就是一个 expert， 所以你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下次到 Apple Store 的这个Product Zone， 你可以找到一个员工跟你聊的时候，你感兴趣，你可以先问一下他，你是 expert， 然后你还是 specialist， 如果他说我是 pro， 然后你就可以他一定会非常的对你抱有认可的心态，是吧？以上呢就是简单的给大家，因为职位我们不作为重点啊，让大家去了解就好了。好，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 Apple Store 的第一个区域和在Product Zone 这个区域里面，一般你会见到的员工他是什么样的职位，当然也穿插了一些我的创业经历以及推荐你怎么样去逛 Apple Store 的方式，希望对各位有帮助。那感谢你的订阅和观看，我们下期再见。